谢谢啊，这个好看，我要这个。好多花灯啊！哎，我看到这儿，就突然想到当时在太平村过节的时候。哎，那今天是不是可以又吃到那个粽子了？哎呀，又不是所有的节日都是端午节，今天中秋节，当然是要赏月观灯、吃月饼的。吃什么东西还有关灯啊？观赏的观。哦，那月饼又是什么东西啊？中秋节是古人祭月演变出来的，所以会制作圆形的、带有各种甜馅的月饼，以月之圆，照人之团圆甜蜜。中秋乃团圆之日，10几年了，都是我一个人。今日跟你们在一起，我很开心。我们4个人在一起也算团圆。对啊，我们4个也是亲人了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关灯、赏月、吃月饼。哎呀，赶紧去找吧！哎呀，是啊，找啊找啊！我求求你了，哎呀，千万不能去啊！莲宝可是你一手带大的女儿，你怎么能够如此啊？我何尝不想找到莲宝，可是你们万万不能去这隐香山。咱们就差那儿没找了。你们是何人？就是卑躬插剑的来此作甚呢？啊，这弓和箭都是我拿来防身用的，有问题吗？天鹤，我们出来即墨，只为探寻遗物下落，并无恶意。诸位这般着急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们是着急夏书生的养女莲宝不见了啊！对呀，莲宝这孩子今年7岁，个子才这么高，模样俊俏可爱，就是个痴儿。我们找遍了整个村子，就差隐香山未寻了。大嫂，莲宝的事情我自会想办法。元辰在这里求诸位了，请大家回去过节吧。算了，随他吧，走了，走了。这莲宝虽是痴儿，可以是你女儿，你怎么能不找啊？我能感知到你内心着急，可你为何不派人去隐香山找？我等乃昆虚琼华派弟子，以护卫百姓，降妖除魔为己任。你尽可如实相告。既然是琼华修仙之人，那就跟我到寒舍详述吧。单先生，听村民说你是个书生，你还会打鱼呢。前辈虽身负重伤，但气宇天然，与凡人不同。还请明示身份。不愧是修仙的高人。我本是此处的山神，因为喜欢这里质朴的生活，所以隐藏身份，化作凡人。我们一路上碰到的都是些妖怪，还是第一次碰到神仙呢。子音失礼了。诸位切莫给小仙行礼，我还要仰仗诸位帮我救回我的女儿莲宝。她被狐仙抓走了。狐仙？那狐仙本是光界寒荼中的气灵。光界寒荼？不瞒你说，我们这次过来就是来找光界寒荼的。这光界寒荼原本是在我手中，只是今日那狐仙将寒荼和莲宝一并掳走。哈哈哈！我胡三太爷终于出来了。莲宝，那胡三为了飞升成仙，与光界寒荼立下契约，他进入寒荼成为气灵，即可化为不老仙体。100年前他曾出逃过一次，四处为非作歹，命人修庙供奉，后被我收服。只是不料他如今仙力大增，突破了我的束缚，我也被其所伤。可他为何掳走你的女儿？实不相瞒，月圆之夜，寒荼自会将狐仙收入途中，继续做寒荼气灵，除非找到新的气灵代替。你是说，那个气灵狐仙是想让你的女儿代替他？不错。你放心，神仙前辈，你带我们去找狐仙，我们去把莲宝救出来。寒荼武灵属风，
可以感知我的气息，除非我自废先例，甘做欺凌，否则我若同往，那狐仙定会闻风而逃，不可追寻。那狐仙现在何处？隐香山的狐仙庙现在是一处荒林，想必他就在那里。但仙兽毕竟是仙，你们胜算不大，只需把他拖到月圆之时。好，放心吧。出发。走，出发。且慢，小兄弟，你的这把弓可否借来一看？可以啊。此神功名为开元追月功，所谓开元，乃是无悔初衷；所谓追月，乃是不惧前行。我不善用功，所以把它给你。送给我？哎呀，神仙给你弓，你赶紧试试。好啊，我试试。拉不开啊！想要拉开此弓，需要做到步步无悔，矢志不渝。对于神仙来说，也绝非易事；对于凡人，更是需要历练。这把弓你先收下，若是遇到危险，谈弓弦为信，我自会赶来相助。此弓可随时召唤。多谢神仙前辈。诸位若是能救回小女，夏元辰会将光迹寒图奉送，以感恩德。放心吧，包在我们身上。这狐仙果然在此。夏元辰那个废物神仙，居然找你们几个乳臭未干的修仙娃娃来找我。有趣呀，你竟是个三世澄澈之人。哎，臭狐仙，赶紧把灵宝还有光迹寒图交出来，识相点。我敢打赌，你们连找到莲宝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么爱赌，赌一次了。什么条件？进图再说。好，我们答应你。你们要想救人，只能入土。一旦入土，我们的赌局就开始了。开始吧。这光迹寒图里果然有浩瀚星河。夏元辰没告诉你们吗？这光迹寒图，乃北方黑帝所造，它可以使时光逆转倒流，改变人生轨迹。灵宝在哪儿？你若不知道莲宝的前世今生，找到它又有何用呢？前世今生，怎么可能？不是投胎转世之后就会忘记前世的记忆吗？这光迹寒图是流光记事之物，自然可重现入土之人几世轮回的记忆。那就是说，能看到灵宝的前生？这莲宝本名为静兰，与夏元辰出世时重疾在身，可夏元辰还是娶了她。静兰，我来为你吃药。我是你的妻子，本应该
是我照顾你。静兰，我们既为夫妻，我就会陪伴、照顾你，一生一世。若是有来世，我定要好好守护你，报恨于你。夏元辰并不知道，静兰死后为了报恩，竟托生成一只小狗。静兰，我必须要离开了。你也要另寻他主了。夏元辰一走便是100年，可这愚蠢的静兰并没有另行投胎，一直在等他。直到几年前，夏元辰回了渔村，他执意要守在夏元辰身边。这一次，他托生成一株百日草，守他100日而已，花开即败。这几世轮回中最惨的一次，他连条活命都没有。仅仅化为一滴雨露。这6世轮回中，静兰在这一世终于做了人。可惜啊，可惜。是个痴儿。轮转6世，把自己都快耗尽了，还要留在他身边报恩。可一个痴儿，何谈报恩呢？你还笑？老狐狸，人家静兰几世轮回这么感人，你还能笑得出来？前世缘分乃命中注定，如此执着相守，你们这帮凡人，真的可笑之极。哎，你是，哎，你们这些断了七情六欲修神佛仙的，你们就修仙道不修人的，怎么知道做人的快乐呢？不让你们输一次，就不知道自己的愚钝。我要爹爹，我要爹爹。我就将莲宝困于途中的夏元辰屋舍。你们若想救他，就必须陪我胡三太爷好好赌完这一局。以莲宝为要挟，让我们入途，不会只为了赌这一局吧？啊，聪明，还是小修仙的聪明。我把莲宝抓入途中，就是因为他轮转6世，仍本心不改，只有志如磐石，不轻言放弃之人，才配得上启灵。而你们，尤其是你，3世澄澈之人，配得上启灵，就赌你们4个。哼，好，那你想玩什么？凡人自以为可以掌控命运，我将用寒图逆转时空，把你们传送过去。到时你们只会保留当初的记忆，我就赌你们4个会因为当初的一念之差，此生永远错过，永不相见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好，若你们输了，就得答应我，甘愿留在寒途中做器灵，此生再不相见。
那如果你输了呢？我输了，就让你们带走莲宝。如果你们没有信心的话，赶紧趁现在滚出寒土，也不至于魂飞魄散呢。我们答应你，但你不可毁约。此约已立，寒土为证。再过半个时辰，你们将永远化为气灵，永世困于寒土之中。子英，你可愿收他为徒？掌门，弟子与他3人相识在先，深知他们入琼华并非为了修炼，而是各有各的目的。云天河，你若留在此处，必遭众弟子排挤非议，何苦受此一劫？还是下山去吧。慕容少侠，既然你知道我们历尽千辛来的琼华，你怎么忍心如此决绝呢？子英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被人排挤，你就收我为徒好不好？子英，你可想好，当真不愿收他为徒？正是，弟子不愿。哎，你这个冰块脸，带我们上琼华的是你，现在赶我们出山的也是你，你怎么出尔反尔呢？他自己，既然无人接纳，明日你们就走吧。念你们还剑有功，你们所需丹药我会差人送去。此事既定，你们退下吧。子英，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一起御剑而飞。你看他多不情愿啊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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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啊！不要再看他了。好了，已经抛开一个了。哎呀，看看，一早上起来我就吩咐下人，让他们把我知道的、该准备的全备齐了。梦离，难道你不想去查清楚你的身世了？离儿，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其实离儿早就知道，你们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但离儿的亲生父母早已亡故，为了追查已逝去之人，而置养育自己的父母不顾，离儿实在于心难忍。梦离，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？韩姑娘，我心意已决，便无去意。你和云公子即刻启程吧。一念之差，便会后会无期啊！那你就是同意下山啦？你先把我爹的牌位和我娘的石头还给我。啊？我要带我爹娘回家了，你自己下山小心点。你这个死野人，你竟敢骗我！我没有骗你啊，我刚刚说你先把我爹的牌位和我娘的石头还给我，但是我没有答应要跟你下山呢。哎，你不想知道你爹的过往了？还有这把剑的故事？那个，你不想看到小猪妖了？他可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爹说了，他不让我下山，那我就是不能下山。而且那个小猪妖，他自己在外面绕一圈就会回来的。我现在要赶紧回去给大舅孵蛋了。哎，于天河，你要是回去了，我们就再也不会见面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即将永别了。
子英，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一起御剑而飞。这世间所有的美好，皆在成全。我们不仅是看景之人，也是这景中之人。谢谢你啊，小子英。爹爹娘，我们回去吧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在韩姑娘房间发现这本《出世江湖手册》，定是她忘记拿了。我在想琼华是一个什么地方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去琼华。啊？这定是灵莎为我准备的。梨儿啊，当真不后悔？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即将满月，你们几个就愿赌服输的做器灵吧。灵莎梦离，我们如果就这么走了，以后就再也没有回琼华的可能了。你们看，灵莎，不远的你，时间秒如尘埃，不起眼的你，坠落人海里，淹没无问你，填湿着残破的雨。困在充满欺骗谎言局面里，举着星光与我身世的你，穿破一路荆棘，踏坎坷泥泞，披身傲骨不流离。你如一颗能够划破天我想起来，你的火折子还在我这儿。我来就是想说最后一句话。你要是跟我下山的话，我以后就陪你住在青鸾峰。我现在不是已经下山了吗？梦离，梦离，我不想让自己后悔，也不想跟你们分开。所以我决定跟你们一起去琼华。那个，这一路艰险的，你想好了？放心吧，我已经把这个都给读完了。啊，太好我愿收你三人为徒。紫妍师叔，哎呀，别忘了，快叫师傅，快点！哦，弟子参见师傅。师傅，你如一颗能够划破天际的星，聚集成一团火热，照亮着漫漫长路前行。你在这怎么可能？天河，子英，梦离，我们做到了！太好了，我们都没有抛下彼此。是啊，而且我们这次让那个狐仙输得心服口服。
即将满月，我们赶紧带莲宝出寒。你可是夏元辰之妻静兰，你可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？前世元辰不顾我病重，依旧娶我为妻，伴我离世，我亏欠于他，哪怕元神几度转世，我也要信守承诺，报恩于他。可这一世，我却是个痴儿，依旧是他来照顾我。即使莲宝是个痴儿，但他享有了这世间父女情深的幸福，已是最大的报答。是啊，你做莲宝的时候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那不如就做一对父女，父女之情也是这世上最珍贵的感情。我们4个人这一世能成为亲人朋友，我们要好好珍惜。你们说的极是。出去之后，我便会忘记前世所有之事，会重新成为元辰的女儿莲宝，会好好陪伴他，走完这一世。你放心，我们什么都不会告诉他。爹，我要爹爹。哦，好了，莲宝，我们带你去找爹爹啊。走了。快满月了，我们赶紧走。胡三太爷已经历世了几百年，看了太多凡间的背信弃义、生死离合，没想到你们几个居然赢了这赌局。今天就让你看看，凡间也是有情义深重、生死契阔的。元月已生，你还是回到寒途之中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凡人就能相伴一生，而我生了仙却要做孤家寡人？本太爷要在团圆之夜，让你们尝尝生离死别的滋味。休想！没事，你们就要择别过吗？胡三，你莫要受伤，我来替你做麒麟。爹，元宝，别过去。怎么回事？开元追月宫。谢灵啊！打死你！莲宝，原来只有志如磐石之人才能成为契灵。好在你们4人亲密无间，不舍不弃。其实小莲宝跟你也是如此啊。他虽然是个痴儿，可他心里只有你一个爹爹。以前我总是以为他离不开我，可是经过此番，我发现是我离不开他。仙长，这把是神弓，
我还给你吧。云少侠，你既然能拉开此宫，说明你便是这开元追月宫真正的主人。那就多谢仙长了。星星好美啊！爹爹，莲宝喜欢。寒土武灵属风，凡人难以握取。你乃是罕见的至阴至阳之体，阴阳之力可化武灵，此物只有你能拿。我也该完成当下的承诺了。真的有风的感觉。多谢仙长。你的仙力，我因为光进寒土而成为地仙，如今把图献出，自然沦为了凡人。不行，仙长，就算这光剑寒图再重要，也不值得你拿仙力和寿命来换啊！自爱妻静兰离我而去，所谓不老仙体，我也毫无留恋。即使长生千年，也只是无尽的思念和煎熬。今生我只想守着莲宝，过一次真正的人的生活。爹爹抱。莲宝，爹爹知道你想去看花灯了。我们这就去。好。这个怎么样啊？还可以。哎，那好，我要这2个鱼的，莲花的也要。哇，厉害！我以前只知道灯是用来照明的，原来还有这么多用处啊！集合！你们去哪儿了？买莲花灯了嘛，一人一个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想买一个呢。当地村民说呀，将自己的心愿告知莲花灯，然后放到节目海中，就会心愿达成。啊，那你个无知小儿，你的心愿肯定是吃月饼。哎，谁说无知小儿？我现在已经懂了很多事。那说来听听，你都懂什么了呀？我今天懂了什么是端午节、中秋节，还有花灯。我还懂了，人呢总是要经历生离死别的，有的人很早就死了，也有能活上千百年的神仙。但不管命运如何，最重要的是要和身边重要的人在一起。那我们之间要是有人先死了呢？我如果先死了，那我就和静兰一样，不管几世轮回，不管你还记不记得我，我都守在你身边，哪怕就做你的乾坤袋也好。哎，我才不要你这个傻口袋呢！要是换我的话，我就要做棒射箭，人人都拿我当宝贝的。紫妍师叔，你若有来世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我如果一定要选，那我就做剑鞘吧，只守着我的剑。云莎，啊，那我就做这花灯，每逢中秋的时候，你们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你们。好啊。哎，你看，爹爹，以后莲宝照顾你。我是你的妻子，若是有来世，我定要。
好好守护你。景鸾。花灯啊，你要飘得远一点啊，这样我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的久一点。拜托拜托拜托！来，喝一点。哈，你怎么能毒人呢？小梦离、小紫英，别傻站着了，赶紧的，喝杯团圆酒。来啊！这一杯，就为了我们此刻在一起的良辰美景。那这杯为了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的良辰美景。我心跳的好快啊，而且我感觉我的脸也好烫。林深，你怎么也脸红了？我的脸红的不是喝酒喝的吗？那个紫英、梦离也喝了一样的，喝下喝下。来来来，坐下，喝下喝下喝下。来。哎呀，梦离，等我们取回下一季寒气下山之后，一定教会你喝酒。哎，对了，紫英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，等玄霄前辈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相之后，我们就离开琼华。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啊？我们一起去开心的游历世间。琼华或许要面临与妖族的大战，此时的我断然不能离开。要不这样，如果你非要打的话，我们就陪你打，打完了我们再一起走。那我没得选，我跟你们一块应战。我也是。你们都不用陪我，去做你们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答应你们，如无此轮回浩劫，我便离开琼华，去找你们一同游历世间，开心潇洒的生活。一言为定，承君此诺，必守一生。那小紫英，这是你许的心愿吗？小丽莎，那你刚才许的愿是什么呀？我觉得我们4个人不用说，我们彼此都知道吧？啊？那要不我们一起把愿望说出来？哦。1、2、3，一生一世，在一起。一起成一团火热，照着漫漫长路前行。你在黑暗之中飞舞你的双
封闭，你让自己照亮每个痴汉的秘密。你不惜所有代价挥洒青春年华，你随心就开天辟地。你把梦想和初心淬炼的火热，你在身上义无反顾滚烫的纯地。